Hello， 大家好，我是 Morris。你可能一直觉得我都是保持一个很精壮、纤瘦的身材，但其实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以前是这样子。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减肥、健身还有饮控这件事情，实际用我的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如何从超过100公斤变成现在这个状态。我人生有分过几个不同的阶段，我的最高峰的时候是有到106公斤，那我现在的话是88公斤，但是我身上的肌肉重是45到46公斤。那之前106公斤的时候，肌肉重大概38、37、38。我记得有几个关键啊，第一个就是以前大家在上班啊，在职场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一种厕所？它是只有那种像西部牛仔门的那种木片门。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在男厕的厕所的木片门里面，我在上厕所。那另外一边呢是女厕，然后那边有木片门。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尿尿的时候，就远远听到旁边有人传来 Morris 啊，看什么都好，就是可惜啊，他那个屁股太大，穿那个牛仔裤太紧，很像那个绑那个香肠，哇！我那个时候内心受创，想说我的这个屁股像灌香肠，我是大受打击。所以我就觉得，不行，我要真的好好的来注意一下身体。那另外的一个原因呢，也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因为体重比较重，那我发现在走楼梯的时候会很喘，甚至膝盖会痛，所以我就觉得不行，这样子该是好好来注意一下体态的时候。这个失败也还是有啦，我记得第一次的时候，差不多快9到10年前，那个时候。大家对于减肥的这件事情，其实还是有很多盲区，甚至在料理饮食的部分，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健康餐盒，就只能自己很纯粹，就是用水煮鸡胸肉、水烫青菜、水烫鸡蛋、水弄一切的东西，基本上没有什么味道啊。那个时候吃东西其实就是很痛苦啊。那饮料的话，也没有太多可以选择啊，你就只能喝水啊、绿茶、美式咖啡这种。那我觉得这个最辛苦的就是你的饮食撑不住，很快就爆掉了。那是我第一个垮台，就是饮食撑不住。那第二个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错误观念就会觉得说，好像跑步就是可以减肥哦。我就顶着106公斤的体重疯狂跑步，就跑一跑，膝盖就坏了。然后后来就一路修了很久之后。就又再度宣告失败。对，我觉得现代人很幸福啦，现代人就是有好吃的健康餐啊，那就是甚至连饮料有很多不同的，还有零卡可乐这种很多替代选择，可以帮大家转换一下注意力，让你觉得在饮食的过程不会有那么多差异跟痛苦的一些选择。最早期的时候的饮控方式，当然就是除了少油少盐啊，也会减少淀粉的摄入，因为一开始还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的时候，碳水还不需要那么高的比例，所以我一开始是先用饮食的方式，先调了差不多快要10公斤左右。对，我的第一阶段真的成功掉下来是完全靠饮控。体重掉下来之后，我才有健康的膝盖可以去从事一些重训或者像是一些有氧的运动。那个是很久以前9到10年前的时候的方式。我觉得现在的话，更多人的基础就是可能同时在堆叠你身上的肌肉，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嘛，肌肉就像是引擎，它会燃烧一些热量去当做你日常所需要的动能，所以你的肌肉越多，就表示你可以燃烧脂肪越多。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是会一边健身，在一边加上一些中度的有氧，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现在人也很幸福。就现在所有的运动的逻辑跟理论都已经非常清楚，只要跟着这个走就不会有问题。饮食的部分的话，我现在反而不会像以前一样，就是觉得说特别不吃饭不吃面，而是我会选择正确的时机。举例来说，我要在有运动之前，我需要碳水的时候，我就去摄取大量的碳水。那运动完之后，我需要补充蛋白质，我就去补充。那我没有特别就是变成说我要在什么时间少吃，什么时间不吃。我觉得就是维持基础，我该吃什么就吃什么。那顶多就是晚上我可能大概8点到9点之后不吃东西，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我不想要在睡觉的时候我的肚子还在处于一个消化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的饮食的逻辑。我自己是很喜欢吃毛豆啊。如果是以减重跟增肌同时并行的人来说的话，毛豆会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它富含很高的蛋白质含量。对，所以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食材就是毛豆，还有花椰菜。泡菜我觉得也不错，就这些都是有味道跟好吃的东西，鹰嘴豆这些都是很不错的。
对啊，饭的话，你可以吃一些红藜麦米啊，这些我也觉得都是不错的选择。我会推荐给新手伙伴，或者是我当年的我的一个减肥方式，一定就是要先去找到适合的饮控方式，之后先去做低心率的有氧，举例来说登阶机或者是慢的跑步机。为什么要说先不要跑外面？就是因为可能台湾夏天比较热，有时候会下雨。至少你在健身房，你走跑步机、走登阶机是凉快的、舒服的，你还可以追个剧、看个片，相对又安全。让你自己的身体习惯了之后，我觉得再开始增加一些其他的强度或是复杂度。一开始就太哈扣的话，我觉得那个会降低你减肥的欲望，真的相信我。就由我自己来讲啦，我觉得一开始大家最容易有的盲区就是跑步跟减肥这件事情究竟画上等号吗？这件事。我一开始在做错误的减肥的时候，我就是觉得说，就是去跑步，所以我就是一直不断的往外去跑步。那我就觉得，第一个跑太慢，觉得没运动到，所以我都会让自己跑到很快、很喘、很累、很累。但是你说体重很重的情况下，你的膝盖负荷会很重，麻烦的来了，就是你很痛苦，你每天要花2个小时在那边跑步。现在如果你心率太高的话，基本上就不是在燃脂区内，那不是在燃脂区的话，就会变成它燃烧到你的肌肉，变成说你越跑越快，但其实你的效果越不好，你到后面就会开始很怀疑自己，到后面你就不会有太多的运动的动力跟欲望。所以我觉得我第一个时期的失败，其实就是因为我用了不对的心力去面对有氧运动这件事情。我觉得后面的话就是不断就是再去汲取一些知识，我就也开始去有加上一些重训，主要去增加我的腿、胸、背的肌肉量。把它们增加来的时候，我的身体就有足够的引擎去燃烧热量。先把我的绒兔先堆深，我就发现，其实我也没有很累，我就只是在登阶机上走45分钟到1个小时，但是却比我之前在户外跑2个小时的效果好。我的身体的曲线，身体就是体重在下降，肌肉量在上升，然后不断在交汇之后接触了之后，我的体态就有很明显的改变。那大概差不多是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我觉得就很有成效。一开始我们在学习减重这件事情的时候，只能不断去爬文嘛，跟去国外的文献去佐证。你们会知道，每一年的运动科学的理论都在不断被新有的推翻。举例来说，很久以前，大家会觉得说，肌肉酸痛叫做乳酸堆积，那这个其实早就已经被推翻掉了。那还有很多人觉得说什么不吃淀粉就会瘦，那这个现在也被推翻，因为这个就是碳水是身体很需要的一个元素。对，所以你只能不断去推翻，再去把这些东西汲取起来，成为你现在之后未来减重的一些经验。那你说被取笑吗？那当然有啊。一开始在跑的时候，100多公斤的时候，你全身的肉都在摇晃的时候，其实确实你也会觉得跑得很自卑，运动得很自卑。那你会觉得说，当你的状态不好的时候，跟你的整个人状态不在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有压力啦。你前面的时候，你也不敢跟大家分享你在运动，因为怕大家笑你啊，觉得说我这边运动，然后可能过了2-3个月没有成效的时候，大家都会继续笑你说你是死胖子，是不是都没有运动到，对吧？但其实我跟大家分享，我建议你们如果真的有运动，分享到一个限动或者分享到贴文里面，我觉得那不是炫耀，而是你要告诉大家你有在运动，请大家一起来监督你，因为人在运动的时候很欠缺的就是动力。我觉得今天不管是笑你也好，鼓励你也好，但我觉得你让大家知道你有在做这件事情，确实你的动力会多很多。所以我在备赛马拉松，或者在比 high run， 或者在减重增肌的时候，我都会让大家知道我有在运动，我有在训练，我也可以告诉我自己，我持续在做这件事情，不要间断。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面的心态。我因为运动，我的作息更正常了。我会去考量到我身体的恢复时间，所以我会尽量让自己早点睡。然后我也会让自己早点起床。举例来说，像现在夏天，我们可能有时候要跑步，不能都太晚，也会让自己早点起来。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的生活作息变好了。那第二个，我也觉得因为饮食的关系，我的身体吃得干净之后，我的发炎反应也降低了很多。对，我训练完之后，我的身体不正确的疼痛跟酸痛感也都不会像以前那么强烈。那我觉得除此之外就是自信，体态比较肥胖的时候，你难免会对自己的外在仪态可能会希望能够靠衣服啊，或是靠修图去遮盖它。但是如果你今天运动的体态好的时候，就是对于自己的生活你会觉得比较自信一点点。结论，运动是要让你有自信的，让你身体健康。我觉得就是会对
生活是好的啦。现在大家很多人就觉得说，哦，道德观就是要很瘦才漂亮，但我觉得不是，而是你的自己的身心要健康，对，要健康这个比较重要。另外的话，我觉得睡眠也很重要。就是以前我可能都会觉得，哇，我可能睡超过8个小时、9个小时，我都觉得很奢侈、很浪费，一天的时间就浪费在睡觉。但我觉得有在做运动了之后，我会发现其实睡眠非常的重要，它是让你的身体去修复、肌肉修复、大脑修复，让你的精神也在恢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可以早点睡，然后尽量让自己睡饱一点点，你的身体状况会更好，隔天会更有力去做事情。目前已经维持这样的体态，差不多也快要10年啦，就是8、9年左右。我也是希望这样的状态能够持续延续下去。我还记得以前很多长辈都说啊，你过了30岁之后，你就会知道你的体态不好保养，很容易变胖。但我觉得现在不断被推翻情况下，很多40岁以上的人身材也都保持不错。对，那我也希望维持这样的好身材，维持这样的好精神跟自信状态，然后一直到下一个10年。好不好？那我是 Morris， 有更多想要减肥或是运动的讯息的话，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我们可以未来来讨论这件事情。OK， 下次见，拜拜。